市面上灵芝产品鱼龙混杂，不做检测的话，我根本没办法给出要不要买、能不能吃的建议。Hello， 欢迎收看丁妈试点评。今天你又变美了吗？自从年仅42岁的凯特王妃公布了自己患癌的视频之后，我陆陆续续收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私信，全都是让我点评灵芝保健品的。灵芝孢子粉、孢子油、菌丝体、子实体等等，什么都有。其实呢，因为丁姥姥的原因，我之前还真的是研究过一下抗癌相关的保健品，还班门弄斧的总结了一个所谓的抗癌自然疗法方案哈。但是呢，我总结的内容有点多，咱们今天呢先把灵芝聊一聊，其他成分呢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。灵芝是传统中药中的珍品，素有仙草之誉。根据2015版中国药典记载，灵芝子实体呢具有补气安神、止咳平喘的功效。临床上呢，常用于眩晕不眠、心悸气短、虚劳咳嗽等症状。灵芝还是一种备受关注的抗癌食品。曾经有一份涉及4149名乳腺癌幸存者的调查显示，有58.8%的患者都会自行的购买并且服用灵芝。在现代医学研究中，灵芝确实展现出了抗癌的潜力哈。在体外实验中，灵芝已经被证明可以诱导白血病、肺癌、肝癌、乳腺癌细胞等肿瘤细胞的凋亡。在动物实验中，灵芝可以有效抑制前列腺癌、肺癌、肝癌等肿瘤的生长和数量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有关灵芝的临床，也就是人体实验数据还比较少。2010年，一项对198名结直肠腺瘤患者的研究显示，每天服用1500毫克水溶性的灵芝提取物1年后，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，实验组结直肠腺瘤的大小和数量都有明显降低。另一项研究发现，肺癌患者连续3个月每天服用1800毫克灵芝提取物，其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显著增加，而服用安慰剂的患者则保持不变。同时呢，65%接受提取物的患者报告生活质量有所改善，明显高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。2012年，一项针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，服用灵芝孢子粉4周后，可以减轻疲劳、焦虑和抑郁，提高生活质量。灵芝含有大约400种活性化合物，但它的主要功效得益于灵芝的多糖，特别是1,3贝塔不聚糖，这也是灵芝中研究证据最多的活性成分。贝塔不聚糖的主要作用就是平衡免疫系统，它能提高 NK， 也就是自然杀伤细胞的活力，提高人体自身抗肿瘤的能力。当贝塔不聚糖跟化疗或者放疗搭配使用的时候，还能减少此类治疗引起的免疫抑制，加速白细胞计数的恢复。另外呢，它也是一种益生元，可以促进结肠中产生丁酸的细菌的生长，增强肠道屏障功能。灵芝中的另一类主要活性成分是3萜化合物，特别是灵芝酸。这些化合物的研究证据没有贝塔不聚糖那么多，在体外研究中发现，灵芝酸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，阻断肿瘤血管生成。至于灵芝中的其他成分，比如 C19 脂肪酸，还有麦角甾醇之类的，也可能会发挥作用，但是呢，可参考的研究数据就更少了。综合来看，灵芝在癌症辅助治疗方面呢，确实是很有潜力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没有给私信我看产品的朋友一个确切的答复哈，因为市面上灵芝产品鱼龙混杂，不做检测的话，我根本没办法给出要不要买、能不能吃的建议。首先，灵芝产品中活性成分含量参差不齐。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在随机抽取的11个香港商店售卖的灵芝产品样品中，3萜和多糖的含量有很大的差异。3萜含量从0检出到7.8%。多糖含量从1.1%到5.8%不等。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团队联合美国药典委员会，在2015年从美国的亚马逊和易趣等平台网购了19批次的灵芝膳食补充剂。检测之后发现，19件灵芝产品中只有5件产品可以检测出灵芝中最主要的活性多糖1,3贝塔不聚糖。另外，灵芝产品掺假的现象也比较严重。2017年，在宝洁公司资助的研究中发现，33个灵芝样品中只有10个样品含有跟标签相符的灵芝品种，其他或者掺杂了其他品种的真菌，或者根本就没有检测到灵芝的 DNA。2018年，佛罗里达大学的基因检测研究报道了类似的检测结果。因此，灵芝虽好，但是市售产品好不好很难说。如果大家想购买灵芝保健品呢，可以问商家要贝塔不聚糖和3萜含量的检测报告。如果品牌方还能提供
细胞学实验、动物实验甚至人体实验数据，那就更好了。如果什么数据都没有，那咱们干脆老老实实的吃点靠谱的贝塔不聚糖，功效明确还便宜，安心又放心。好啦，这期丁妈试点评就到这里了。下期想听什么产品的点评呢？请在底下留言或者在粉丝群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请点赞收藏，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小伙伴。就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。